其实，有很多被认为有精神病的人，都比正常人要聪明，而且是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那种聪明。在这家精神病院里，曾经就有过3位住诊医生。我的表姐李世辉，她当时的男朋友小川，与院长的儿子程思源。由于程思源一直暗恋着表姐，与小川产生了心病，更坚持将怀疑有精神病的作者给释放了。在发现自己犯上了错误之后，程思源的性格也出现了很大的巨变，最后便成为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之一。究竟这个充满了热忱的精神科医生，曾经到底遇见了什么？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应该非常的清楚，我们这次来的目的。你们想知道我的病情是怎么样的吧？你知道你自己生病？对。其实所谓精神病，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是否真的有病，我想没有什么人会知道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逼自己，把自己关在这里？因为我发觉，我这里出了问题。什么样的问题？你们来之前都应该做好功课了吧？知道我为何会在这里。没错。我想没有人会比我更熟悉这个房间了。曾经，我就坐在你们的位置，跟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谈话，了解他们的心理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。跟他们接触的越多，我就越觉得，所谓的精神病，或者是心理障碍者，其实都只是一种很极端的表现。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有精神病，他们就不聪明。而相反，精神病都可以很聪明，只是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。这样的人，你是在指作者吗？你认识作者？我跟他见过面。是他叫你来的吧？我想你是误会了。作者，他没有叫我来这里。请你相信我们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没错，那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像作者的这种病例，在病发之前都是很正常的，只是他们的思维跟普通人不一样。但那一次，他跟我提出 termination 手术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在说小说里面的情节。他为了离开这里，他欺骗我，要我签字让他出院。但这些都不要紧，最大的问题是，他竟然成功了。我当了这么久精神科医生，
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跟他一样疯狂。所以你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？不是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为什么他要去做transplantation这个手术？他跟我说的理论是，我们人类在婴儿时期，我们的头骨并不是完全闭合的，在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很大的缝隙，就是俗称的脑门。这个设计就是为了不妨碍我们的大脑发育。到大约2岁之后，这个缝隙也就会自动闭合，而我们的大脑也就停止了发育。作者这么做，是想让他的大脑继续发展。说的没错，作者在自己的头骨穿了个洞，其实就是为了要得到更高的智慧境界。而真正让我感到疑惑的，就是他怎么能成功做到？根本不可能。我看过一篇报道，说我们的头骨一旦受到损害，我们的大脑就受不到应有的保护，那样一不小心的话，就会触动到我们千千万万的神经线。我记得有个病人因为脑溢血而做了开颅手术，虽然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康复了，但是他有很多后遗症，例如有幻觉，还有经常流鼻涕。你们的常识都也不错，这些都是在我过去学校教给我们的知识。但是那一次，当我见到了做了手术的作者后，我真的觉得他好像变成了一个超乎我想象的一个智者。你见过他，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。可是我不明白的是，就因为这样子，你愿意放弃一切，去做一个精神病人吗？这样甘愿吗？那是因为，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念头。我知道是什么，跟作者一样，去做头骨穿洞的手术。其实某种程度来说，我就跟作者一样，都是想千方百计去得到更高的成就。作者就在我的面前做了一个成功的示范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真的很有冲动去做这个手术，但另一方面，我的理智就叫我不要这样做，所以我的脑袋里面一直就好像有2个声音在互相的交战着。我恐怕终有一天会让邪恶那边战胜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就要求诗诗和院长把我囚禁起来，因为我真的怕有一天，我真的会酿成大错。刀大神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在你的灵魂深处里，你想要得到的成功是为了什么？这是我的性格。我本来就是个好胜的人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问，在你的灵魂深处里面，你想得到成功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
灵魂的深处，深处，是不是刀塔里？你是指事实？不会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因为一次意外，我得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能力，但是刚刚呢，我清楚知道了。我可以看见别人的灵魂深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刚才我问你为什么要一直追求成功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？是什么？是刀塔里。在你的灵魂里面，就只有刀塔里一个人的影子。根本由始至终，你努力追求成功，目标只有一个，你就是要超越小川在刀塔里心中的位置。我说的对吗？在他心目中，一直就只有小川一个。无论我怎样超越他，都没有用。不是，刀彻尘，你这样想是错的。你跟小川的比较，其实你根本一早就已经赢了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以为刀塔里真的是为了自己，才会一个人留在这家医院的吗？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病人吗？他是因为你才留下来的。为什么你不想想，如果他真的那么在乎小川的话，在这半年间，他为什么不去找他的下落呢？我不知道这是否叫做爱，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在刀塔里的心目中，你刀塔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在你出事以后，刀塔里就很小心地保管着你的东西。这个摆设，和你最喜欢看的杂志。刀塔尘，以你那么专业的知识，你可不可以向我解释，刀塔里干了这么多事情，是为了什么？你说的这些，是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那么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你说吧。别跟他说，我们知道他这个秘密。我们答应你。谢谢你们。
有什么事吗，程医生？我有件事，想请你帮我一下。他真的什么也不肯说。他真的很固执。我跟天心想尽了所有的办法，他就没说出一句有用的事情。也是，思源是一个善于说话的人，以你们俩的伎俩，也不会从他口中得知什么的。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现在天心回家休息了。嗯。去哪里了？芳姐，哦，李医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像脑子的人体模型，大概这么大？没看到。谢谢。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诗诗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诗诗，对不起，要你等这么久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是天心告诉你的。是他让我明白到，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去关心的。我没有理由为了一些虚无缥缈的感觉，就把自己囚禁在孤独的世界里。我这样做实在是太笨了。这样就好了。你答应我，你从现在开始就好好治疗，你要好起来。遵命。要不然，我要继续一个人面对医院里所有的病人了。诗诗，其实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，我觉得你早就超越我跟小川了。你想想，在短短的一段日子里，你已经医好了这么多棘手的病人，也救了很多被误解的病人。小雨、3号、Leo，现在还有我。是高凯和天心吧？他们两个只是药引，你才是那个开药方的大夫。况且要不是你在背后支持着他们，他们又怎么能说服那个这么顽固的院长呢？对了，你打算跟院长怎么说？我会将这半年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全部都跟他说清楚。他一定会支持你的。诗诗，
其实，一直在支持我的人是你。不管经历多少事情，在我心中，我对你一直都没有改变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给你去证明，我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我深信到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做了。我那个超级自信的程医生终于回来了。啊，啊！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你。怎么了？那天在访谈室跟我见面的那个人，你要小心他的状况。你是说天心啊？我是说那个男的，高凯。我表弟。我想你都很清楚，在这半年里，我一直处于一个跟精神病很接近的边缘吧，所以我很清楚病人的心理状态。我们的心里都存在一种矛盾，一种软弱无力的孤独感。而在高凯身上，我看见了这种特质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病人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一定能控制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好好休息了。明天去给爸爸一个惊喜。我也要回去休息了。最后，程医生终于打开了心结，去接受医院的治疗。爸爸，加油啊！啊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谢谢你。你说你跟作者见过面？对。你记得，千万别听他说的话，要相信自己。他们走了，我们也走了。提心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提心，提心，怎么会这样？提心，没事吧？提心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提心，好痛，我痛。故事永远会在你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急转直下。有人说，所谓的精神病，其实只是一种对执念过分的坚持，不肯跟世俗妥协，以及不甘接受残酷的现实所带来的后果。在程医生回来之后，我们的精神病人度过了一段很平静的日子。由于曾经徘徊在精神病的边缘，令程医生更明白到了他们心里的需要，所以即使是一个病人的身份，程医生仍然减轻了表姐不少的工作负担。而贴心在这些日子里，身体的情况也稳定了很多。虽然偶尔会遇到头痛的情况，只要他不使用他的那种能力，基本上都能控制住。今天随着这个人的出现，也意味着平静的日子即将要结束。安警官，
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还让你亲自过来一趟？我这次来呢，是为了2件事。第一是想跟进一下天心小姐的情况。怎么样？早几天呢，律政署那边给了我们一个指示，说天心小姐那个案件呢，已经确定了上庭的日期了。什么时候？下个月13号。那不是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？所以我这次来呢，是想提醒一下你们，如果到上庭那天还没有准备好一份有效的院方证明的话，那么天心小姐的案件就有可能变成一般的伤人案。你放心吧，在那天之前，我会尽量争取拿到这份文件。那就好。第2件事情是什么？警局最近接到了一宗案件，由于当事人的身份特殊，所以我们考虑之后，想先咨询一下你们的意见，才决定怎样去处理。什么案件？他们可以留在这里吗？放心吧，这阵子他们2个帮我处理了很多奇怪的案例，李欧啊，小雨啊，没事的。是他。Sam 是一个出名的花花公子，1年之前跟一个女演员结了婚，只过了半年，他们2个就离婚了。之后他的妻子便从此离开了，再没有回来过。这段八卦新闻我倒是有看，但问题是什么？大约1个月之前，Sam 主动来警局投案，说是他杀了自己的前妻。你不是说他前妻已经离开了吗？他杀的是谁？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我们在经过调查之后，不单找到了他的前妻，而且在他的家中找不到任何血迹和证据，所以我们怀疑 Sam 是喝醉了，或者是吃了药才来自首。但是最后我们还是释放了他。在1个星期之后呢，Sam 又来自首，又说他杀了人，很怪异是吧？这一次我们怀疑 Sam 所杀的是另有其人，所以我们就派了小队去他的家中做了彻底的调查，最后让我们发现了这个。你们找到凶器了？他在这2次的口供里确切地说过用这种东西去杀人，可是我们找不到尸体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究竟算不算凶器。所以你们把人给放了？但是在1个星期之后，他又来了，又来自首，又说他杀了前妻。昨天已经是Sam第4次来自首，我们觉得他可能是患了精神病。所以你想我帮 Simon 做一个评估是吧？没错。他什么时候来见我？已经在路上了。Sam， 你好，我是高侃，他是天心，我们是来帮助你的。你们怎么帮助我？我杀了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你把谁给杀了？我都说了100遍了，我杀了那个贱人，我的前妻。可是据我们所知，他现在人已经不在国内了。
而且还活着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说你杀了他？是啊，那为什么他还活着呢？我是说我杀了他，可我却没说他死了呀。你问他，他用什么方式杀他前妻的？好，那我们换个话题。我想知道，你是用什么方式来杀你前妻的？每一次都不同。第一次杀他，我用绳索勒死他；第二次，我用尖刀将他扎死；第三次，我就将他从天台扔了下去；最后一次，我就只有双手去将他慢慢的掐死。你们有没有感受过，一个人临死前，他的脉搏是怎样的？ Sam， 请你冷静一点。现在整件事情，你不觉得有些矛盾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杀了你前妻很多次，可她现在依然还活着。若要把一个人杀死的定义，应该是要置他于死地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真的杀死了他。高凯，你转移一下话题，问问他事情的来龙去脉吧。好，那我们从头开始好了。我想知道一下，你要杀他的动机。他骗我。骗你什么了？你说你答应跟我生孩子，我们才结婚的。但每次我跟他提这件事，他都会转移话题。换了是你会怎么样？所以我就杀了他。可是，他不是已经跟你离婚了吗？也离开你了是吗？不是，他跟我离婚之后，他就后悔了，回到我身边，他向我道歉，道歉了，还穿了我很喜欢的白色裙子。我一时心软，就原谅了他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原形毕露，他故意惹我生气。我一时失手就将他勒死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过几天之后他又回到我身边，跟我说对不起。那个时候的他是很可怜，很可怜的，所以我又原谅了他。我想看清楚一点。让我来吧。你到底杀了他几次？还有，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数字。你不会不记得自己杀了他几次吧？14次。我说过4次，我说过4次好几遍了。星期四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到礼拜4我都会杀他一次，杀他一次，杀他一次。我很讨厌他，可我不想再杀人了。
你们不是说来帮我的吗？你们来不是说要帮我的吗？帮我！求求你们帮我！我不想再见到他，我不想再杀人，帮我好不好啊？你们帮我！求求，求求你！就先问到这儿吧。你放心，我跟天心会尽全力帮助你的。表姐，你对 Sam 的表现有什么看法了？根据 Sam 的谈话内容就可以确定了，他有严重的幻想和幻觉的问题。但是为什么他每一个星期都杀人，这就值得我们去探讨。对，他说每逢星期四一定要杀人，可是为什么非得是星期四呢？星期四对他来讲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但问题是，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但要是星期四对他来说真的那么重要的话，他没有理由记不起来的。他会不会说谎了？你要知道，其实精神病患是不会说谎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率真，不戴面具的去生活，所以才被别人当作是异类。那应该这样说，在某程度上，精神病人比普通人更可爱了。你可以这么去理解。你们是在说我吗？刀大臣，别太高估自己啊！这医院不止你一个人。怎么样，又有什么古怪的个案了？讲来听一听，让我也动动脑。程医生这么有经验，有你帮忙的话，一定很快就可以解开谜团。有一个病人，他每逢星期四就说杀死自己的前妻，但第一个问题，他前妻还在；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是星期四？这个问题呢，可能跟生理节律有关。什么是生理节律啊？德国特里，不介意我卖弄一下吧？是这样的，在心理学上呢，我知道有这样一个理论，说我们人类的心理方面、生理，甚至行为方面，都会不自觉地根据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周期去规范。虽然这个理论争议很大，可是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上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真的是有这样的周期性存在。比方说，我喜欢看一本杂志，那本杂志1个月才出版1次。即使我工作再怎么忙也好，每个月到了那一天左右，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要去购买。我这样说，你们明白吗？我当然了解，就像是电视节目一样，也是选择周期性的播放。稳定的周期性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呢，形成我们的惯性。所以你们正在说的这个人呢，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上有一些自己的惯性，甚至连自己也记不起来。我这样说对不对啊？宝刀未老。要不你们去一下他日常生活的环境，观察一下，可能会有帮助。表姐，你可不可以让安警官安排一下？好，我马上去帮你办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谢谢你，刀大神。为什么刚才你不让我帮他们？你不觉得你最近很少头痛？如果让你想东西的话，你有头痛怎么办？可是我们剩下的时间，
已经不到1个月了。接下来的交给我就好了。全部交给你啊？你没发现我最近变得聪明了吗？很多案件我都可以破得了。是啊，但我怕全部交给你，你那样太辛苦了。只要你平安，我再辛苦都是值得的。高凯，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破坏任何东西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安警官。你答应跟我生孩子，我们才结婚的。但每次我跟他提这个问题，他都会转移话题。半年，换了是你会怎么样？所以我就杀了他。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走了。我们是夫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有当过我们是夫妻吗？你一直只当我是生孩子的机器。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怎么了？生孩子是为了讨老人家欢心吗 ？Sam， 大家认识这么久了，你别装了。你让我生孩子是为了争家产，你是怕你大哥独占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不说话了？被我说中了？说话啊！你要怎样才肯答应我？你知道我是当演员的吧？现在就是我最火的时候，你要我用这个时间给你生孩子？那什么意思？你要眼巴巴的看着人家拿我应得的那份吗？我们以后怎么生活？我给你一个解决的办法吧，离婚，这样你就可以找别人给你生孩子了。我一定杀了你！
精神病院来了一个新的案例，一个城中有名的花花公子 Sam， 他曾经跟一个女演员有过短暂的婚姻，幻想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杀死自己的妻子。为了找出他患上这个病的原因，我找到了 Sam， 从当中的蛛丝马迹去调查为什么这一段失败的婚姻会让 Sam 变成了一个有严重妄想症的精神病人。最后，因为一本娱乐杂志的封面，让我几乎找到了答案。你是说，你知道了星期四的含义？嗯。周刊就是这本周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一下它刊登的日子。星期四。你说 Sam 是因为这本杂志才得了妄想症？没错，在过去每一个星期四，这本周刊连续4期报道他前妻与新欢的新闻，所以我想他应该是看了这本周刊之后，才大受刺激。那我懂了。就是说呢 ，Sam 原本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当他被他的妻子抛弃之后，他受了很大的伤害，然后再看到这本周刊，知道自己的前妻另结新欢了，之后就幻想自己杀死了他的前妻。当他幻想杀死前妻之后呢 ，Sam 的良心驱使他去了警局自首，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证据不足，所以他被释放了。但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四的周刊又在出版之后，Sam又受打击了，让他妄想症发作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完全正确。不是这样的。所以，你说我估计错误了？我不是指你说我为什么我会在星期四杀人的原因，而是说我的确杀了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肯定？你们没有亲手杀过人，你不会知道的。你们以为我真的分不清楚什么是幻觉，什么是真实？在我杀死那个贱人的时候，我很清楚地感觉得到他的呼吸在慢慢的减弱。你感觉过他的脉搏，还有他的心跳慢慢弱下去。然后他的身体变得冷冰冰，冷冰冰。我感觉过，没有亲手杀过人，不会明白的。会不会他确实有杀人，但是杀的不是他的前妻？那尸体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尸体呢？如果你真的杀了他们，那么在他们死之后，你怎么样去处置他们的尸体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关乎人命，我怎么可以不管？Sam，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？我记起来了，我将他的尸体当成垃圾丢掉了。他没有说谎，在他的脑海中的景象，跟他刚才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的。他变
说假话，他是真的杀过人了，然后把尸体丢了。你看，这里就是我丢尸体时丢掉尸体时弄伤的。我没有说谎，我没有说谎，我真的杀了他，我真的杀了他呀！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如果真的涉及人命的话，就要交给安警官去处理。我想从我们这边去查证，来证实 Sam 所说的事情的真实性。高凯，我们要做的是咨询和对病人修正的程序。如果你连这件事情都要去管的话，那会不会有点太过了？表姐说的对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你就不要这么担心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你们误会了我的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从安警官给我们的资料上，警方一开始就是从命案角度去搜索，可是却一无所获。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将 Sam 放走了很多次，对吗？是。如果安警官的资料是错的话，就代表他们一点线索也查不出来。以现在警察的科技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那你就是说，我刚才看到的都是错的了？不是说你是错的，只是有可能被他骗了。我被谁骗了？我刚才看到的是他脑海里的影像啊！你不知道有些人，他骗人骗到最后，他连自己都骗了。真的会这样吗？是有这个可能性。有些属于幻觉性的精神病，他不但能听到、看到，还有感受到一些影像，连发生过的事情都放到他的记忆里。如果 Sam 是属于这种精神病患的话，那他脑海里确实会有处理过尸体的记忆，这一些也是合理的。你现在想怎么做？我想从 Sam 的思绪里找出那些被他处理过的尸体，究竟是什么？你记得你把尸体丢弃的时候，所走的路线是什么吗？我当时记得，我选择的是深夜，当所有人都已经睡了觉，我才将那个贱人抬出了大厦，丢在了附近的垃圾站里。你把整个尸体抬走，你不怕太显眼吗？我走停车场那边，晚上没有管理员看守的。这里就是我丢尸体时丢掉尸体时弄伤的。最近的垃圾站。你就这样把尸体放在垃圾站？不是，那个贱人虽然很贱，可我却一直对她很好。即使她死了，我也找了个安静的地方，
让他舒舒服服的躺着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东西不见了，我是来找东西的。那找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唉，全部人都神经病了。哎，等等，你有看到另外一个精神病吗？这么晚谁啊？有事吗？喝杯牛奶会睡得好一点。谢谢。晚安。主人，很好。谢谢你，主人。本来我还想留你在我身边，当成我的宠物。不过见你这么听话，我想早点还你自由，你说好不好？我愿意听从主人的命令。很好。不过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我想让你带最后一个讯息给高凯。是。靠近点儿。去吧。这个男人是谁呀？
哎，就这个。就这个东西啊？是啊，那个男的呀，看着挺正常的，不过这里啊肯定有问题。你看他1个月前啊，就抬着这个模特人偶把他放在这儿了，之后呢嘴里絮絮叨叨的就走了。一开始我以为他丢垃圾呢，谁知道他又回来问我，那个谁在哪儿呢？再说个英文名，哎呀，我也不记得是什么了。是安娜吗？你是？你认识 Sam 吗？嗯。你们还想知道什么？我昨天不是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了 ？Sam， 我知道你杀死的那4个人究竟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其实就是你前妻的假模特玩偶。你把那些假模特放在你的衣柜里，在你前妻走了之后，你每一次幻想杀的人，都是那个玩偶而已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杀死的是那个贱人，是那个贱人！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？是安娜告诉我的。安娜是你前妻的名字，对吗？你见过那个贱人？我不只是见过她，我今天还把她请过来了。李医生，麻烦你了。你怎么样？